唐永安看着和外界传言不一样的商小飞，不想多待，便起身告辞：“哥，大嫂，我回去了，不多坐会儿，那吃了宵夜再回去吧。”海童挽留着。唐永安笑道：“我很少吃宵夜的，吃一次宵夜要花更长的时间来锻炼，才能保持我的好身材。大嫂，我还未婚呢，形象很重要的。”海童也笑：“你和你哥一样。”他也说要保持好身材，不想吃宵夜。既然唐永安坚持要离开，海童便不再挽留，由战印送着自家表弟出去。童童，你借辆车给我用吧，我不在你这里留宿了。商小飞刚来的时候冲动的想留宿，不想回家，现在看看，他觉得他还是借辆车回自己名下的房子住上几天，不想当电灯泡。在我这里住一晚吧。不住了，战印表面上不会说什么。我若是真的在你们家住一晚，战印的脸会比砂锅底还黑。他的表妹夫是个独占欲很强的男人，他呢少招惹为妙。他敢给你黑脸看，我就让他睡书房。商小飞笑道：“那我更要走了。要是因为我害得他睡书房，我怕这辈子都得看他的黑脸。”海童也笑，知道自家男人是个霸道鬼。他大方地拿来了几串的车钥匙，把车钥匙放到商小飞的面前：“车库里就这几种车了，你自己挑一辆。”商小飞随意地拿了一把车钥匙，说道：“有辆车代步就行，我不挑的。”战印送表弟出去回来后，听到商小飞那句话，他在心里腹诽着，他车库里的车随便挑一辆都是名车。他当然不挑了，要是他车库里放的都是拖拉机，看他挑不挑。商小飞很快就离开了。他走后，战印拥着爱妻上楼，回到他们的房间。海童问他：“小飞刚来的时候，永安和你说什么了？”小飞一来呢，他就找借口离开了，没说什么大姨的意图。永安和表姐都看透了，永安是觉得不好意思才找借口离开的。战印拥着他在床上坐下来，没2分钟他就忍不住推倒他。海童推着他：“洗澡，你还没有洗澡呢。大热的天不洗澡，你别睡我的床，外面热，屋里又不热。”战印硬是缠着他索要了一吻才放开他。大姨这是给军武少添堵，安排情敌了。海童坐起来：“军武少做得够好的了。”大姨还是不满意，两家门当户对，幼郎有情，妹有意的爱，我大姨就是咬死了不同意。小飞跟他驳了几句，大姨还把小飞赶下了车。战印就2手圈着他的腰肢：“咱们就看看，不用说话。我知道他们来找我倾诉，我听着就是，不会主动插手管他们任何一队人的事。那我就安安静静的当个吃瓜群众吧。好戏连场呢，你快去洗澡。”海童扭头在他脸上亲了一下，小声的说了句话：“哎。”战某人立即屁颠屁颠的去洗澡了。那军人是在隔天下午飞回 A 市的，他回 A 市才2天，穆晴就生了，生了一对龙凤胎。军人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商小飞，与商小飞分享他的快乐。他不是第一次当叔，不过这一次不同。以往他当的是堂叔，这一次呢，他是亲叔叔。商小飞接到他电话时，他还住在自己名下的房子里，并没有回商家大宅。商太太通过海童知道女儿住进他自己名下的房子后，也没有主动打电话给女儿，母女俩谁也说服不了谁，似乎陷入了冷战之中。商太太觉得自己没错，是女儿不懂事、不孝顺、不听她的劝。商小飞则觉得妈妈顽固不化，明明居然安排得妥妥当当的，就母亲呢，却咬死了他不是管成人，坚决不松口。生了。商小飞听到军然说穆晴生了后，也很开心，他马上就恭喜军然：“军然，恭喜你又当叔叔。”“谢谢，这回我是当亲叔叔。我大嫂生了一对龙凤胎，我们家里人都很开心，特别是我大哥，恨不得买一车的鞭炮回来放炮庆祝呢。”
可惜的是 A 是浸泡，不能放龙凤胎啊，好羡慕呀！商小飞叫了起来，他笑道：太羡慕你大嫂了，一胎便有儿有女，宝宝长得很可爱吧？有相片吗？发几张相片给我看看。宝宝还在保温箱里，我只看到一次，现在还小小个的，不过也很可爱。我拍了相片，一会儿发给你看。我妈说宝宝是一天一个样的，过一段时间就会变得很可爱。2个宝宝提前出生的都未到预产期，加上是双胞胎，出生时都不足5斤。孤儿住在保温箱里，恭喜恭喜，太羡慕了！希望我大嫂也能生对龙凤胎。不行呢，我大嫂怀的是单胎，她大嫂肚里的宝宝还挺折磨人的，现在都还在折腾着她大嫂。她的亲侄儿估计要年底或者明年年初才能出生。居然笑道：怀双胎的人不少，不过生龙凤胎的比较少，听说有遗传因素的。我大嫂和她亲哥也是孪生兄妹。商小飞嗯着，你大嫂和蓝少主是孪生兄妹，现在你大嫂也生了一对龙凤胎，她也听说过有点遗传因素的吧？小飞，有话就说，不用欲言又止的。虽说2个人是在通电话，看不到彼此，居然开口的语气，商小飞就知道他此刻欲言又止。我不在管城的时候，你妈又没有给你和唐先生制造独处的机会。商小飞故意逗着他，有呀，一天见几次面呢？居然在电话那边不说话了，以为他生气。商小飞正想告诉他是骗他的，他说话了，我下午就坐飞机回管城，知道大嫂母子平安，就他也见到了侄儿侄女，居然在家里待不住了。他要回管城守住他的女人啦。商小飞笑道：逗你的，从那天晚上开始，我已经2、3天没有看到过唐先生。唐永安是个聪明人，他母亲的意图又那么明显，人家哪有察觉不到的？估计唐永安现在恨不得与他划清界限，恨不得从来不认识他吧。我也要回去了，公司里事情多啊。居然松了一口的同时，那还是决定下午就回管城。公司里事情多是其中之一，主要是回到管城能就近的守住他的小飞。那你几点到？要我去接机吗？君然平时往返 A 市，大多数时候都是坐私人飞机，除非他家里的私人飞机恰好有兄弟在用，他才会订机票。听到商小飞要接机，他马上决定放弃坐私人飞机了。他说道：我订好机票就截图给你看。好，晚上一起吃饭。君然就满心欢喜，行，我先去忙了。君然恋恋不舍的道：好，你要注意身体，别太劳累，有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跟我说。知道了，目前我的投资还算顺利。海童跟他说，他们的销售市场不能局限于管城，就还要往外扩展。姐妹俩商量过后，打算一起出差到邻市去考察考察市场，看看能不能在别人的地盘上分一杯羹。居然笑道：你们都是有天分的人。那你先忙吧，晚上再见。结束了通话后，君然把手机揣回裤兜里，笑眯眯的转身准备回住院部。看到父母从里面出来，他迎上前去：爸妈要回去了吗？我们先回去，你要是想留在医院陪着你大哥也行，你大嫂也不用我们照顾，你大哥就什么都亲力亲为，叶爱君没捎上都是孝业啊。长媳争气，一胎就儿女双全。从知道穆晴生了龙凤胎开始，她这个当婆婆的笑的嘴巴都合不拢，总算有个孙女了。那每天夫妻俩都要来医院看看儿媳，也看看2个宝宝。蓝家主夫妻俩以及穆家人也是天天都要来几次医院。家主夫人和张桂凤是当妈的，他俩是留在医院里和叶君博一起照顾穆晴，哪怕君家安排了佣人帮忙，他俩也不放心。我跟爸妈一起回去吧，我准备订机票回管城了，公司里事情太多。
君然放弃了再进住院部的想法，就打算跟着父母一起离开医院。那闻言，叶爱君不解地问他：“你不是说会在家里多待一段时间吗？怎么又突然要回公司了？公司没出大事吧？”风尘集团在管城的生意做得很大，叶爱君虽不管生意上的事，但身为风尘山庄的女主人，她是清楚各处生意做得如何的。这管城的生意啊，若是出了大事，长子都要出差去处理。没什么大事，但很多重要的事情也需要我处理的。我现在订机票，下午就飞过去，等到2个宝宝满月了，我再回来。叶爱君边走边看着儿子，笑道：“不是公司有事，是惦记着商小姐吧？”君然爱慕商小飞的事，叶爱君是知道的，也是知道小儿子有了追求的目标，他现在才不再着急小儿子的婚事。不过君然很少和父母提及他的感情，一般都是和大哥说。叶爱君还是从长子叶君博那里获知的，他见过商小飞的相片，也通过长子长媳了解到商小飞的为人，对商家这位千金非常满意啊。但是君然还没有追到手，叶爱君不好随随便便就跑去打扰商小飞，怕吓到了商大小姐。君然俊脸微红，老实的道：“我回来这几天，是人在家里，心在管城，时刻都在想着商小飞，体会到什么叫做一日不见如隔三秋。”叶爱君哈哈的笑，很哥们似的拍着小儿子的肩膀：“老五加油，妈精神上支持你，实际行动上若是需要妈帮忙的，你尽管开口，只要你一通电话，妈就坐飞机过去帮你追妻。妈，你儿子是那么没用的人吗？追妻还是靠自己更显得有诚意呀。对对对，就是要自己来，这种事别人也帮不到你，没经验的话，像你大嫂讨几招，她以前是写的，笔下的男主角很会撩妻，你向他讨招数绝对有用。”君然笑道：“我以为妈会让我向大哥求助，你大哥的爱情路线你们无法复制，他腹黑的要命，你大嫂13岁的时候，他就瞄准了人家，在背后不知道干掉了多少情敌，才等到你大嫂主动跳入他的情网。他没什么追妻的好方法，你找他还不如找欧阳小子呢。欧阳玉还追过杨希，叶君博和穆晴是直接领证的，没有追求过程，追妻经验是不如欧阳玉的。”母子俩边走边聊着，很快走到了他们的车子前。当爸的人默默地替妻儿拉开车门，那也不加入话题啊。君然觉得自己也有点腹黑啊。那他对商小飞有好感之后，就开始布局了。等到商家邻居要出售别墅的时候，他迅速出手，比商无痕还要快，买下了那栋别墅。那目的就是为了有更多的机会接近商小飞。他的布局也有成效，至少商小飞对他是有感觉的。为了他还与商太太争吵过。那不用了，我觉得我想到的法子也是有用的，实在想不到新的追妻方法，就去看看大嫂以前写的了。用母亲的话说，大嫂以前是写的，里的男女主角互撩方式太多，随便搬2招到现实生活里都是够用的。君然着急回管城，主要是怕他不在管城时，唐永安会乘虚而入。唐永安，我躲得远远的。君然在车上订好了机票，然后截图发给商小飞，这样商小飞要来接机就能安排好时间。商小飞没有马上回复他。那因为他家母上大人终于杀到了他的小别墅里。在君然和母亲闲聊的时候，远在管城的商小飞则是给母亲开了门。看着表情严肃的母亲，他声音软软的，带着点撒娇的味道，叫着妈。商太太严肃的表情在听到女儿一声妈后，严肃的表情瞬间瓦解。她又气又心疼地戳一下女儿的头，妈就是让你下车，咱们都能彼此冷静一下，你却在外面几天不回家，妈担心你倒好在外面逍遥自在的。商小飞边关上别墅的门，边说道：
我以为妈还很生气，不敢回家再让妈火上浇油，才会在这里住上2天，等妈气消了再回去。商太太等她关好了门呢，与她一起进屋。你这栋房子太冷清了，安排2、3个人过来住着守房子也有点人气。商太太就边走边抱怨女儿这栋房子过于冷清。那商家的管家是隔2天就会安排人过来打扫卫生，但没有人住在这栋小别墅里。那商小飞呢，喜欢一个人待着，没有人管着，自由自在的。我觉得这样挺好的。商小飞不想改变现状。商太太看了看女儿，并没有在这个话题和女儿继续纠缠下去。妈晚上要出席慈善晚会，你陪妈一起去。妈，你知道我向来不喜欢参加宴会，你找彤彤陪你去，或者叫海玲姐都可以。商太太忍不住又戳一下她的头。你现在是个生意人，生意人重在交际，你不与人交际，怎么谈生意？在管城，你是能谈到生意，那是别人看在你大哥的颜面上，看在商家的地位上给你的面子。好在你们的菜场种植的蔬菜很不错，不至于让人诟病离开了管城。在其他城市，谁使你商小飞是哪根葱？妈带着你参加宴会也是为了给你铺路。彤彤也不喜欢这种场合，但她有责任心，有上进心，愿意去学，去融入这个圈子。她现在和以前相比，自信心达到了90%。况且战印也要出席慈善晚会，彤彤自然是陪着战印的，哪能再陪着妈？你才是妈的女儿呢。商太太有时候真拿女儿没办法，女儿这样子也是他们一家人宠出来的呀。海玲姐呢？妈可以带着海玲姐去。海玲什么脾性你不知道呀？就连彤彤都叫不动，她更不要说妈了。海玲晚上还要照顾洋洋呢。商小飞抿抿唇，勉为其强的妥协。好吧，我陪着妈去参加就是。咱们商氏集团会捐赠多少钱与物？晚上你就知道了。管城的几大家族，不管是真心还是为了名声，都会出席一些重要的慈善活动，捐赠钱与物。海童是第一次陪战印出席这种活动，那夫妻俩代表的就是整个战氏家族。那商太太是不可能把外甥女抢过来陪着她的。妈，唐先生会出席吗？商小飞忽然问着。他怕母亲又安排他和唐永安相处。我哪知道呀，我又不是唐先生肚里的蛔虫。商小飞俏皮的吐吐舌头，不说话了。母女没有隔夜仇，随着商太太亲自来找女儿。商小飞被母亲赶下车的那点委屈就烟消云散了，因为晚上要陪着战印出席慈善晚会。海童下午想关上书店的门，送洋洋回姐姐的住处。沈小军来了店里，见海童准备关门，沈小军说道：彤彤，我看店，你想干嘛就干嘛去，我在家里躺着烦死了，就好不容易磨得酥南松口，让我出来走动走动。沈小军边说着边进店里，把包往收银台上一放，说道：我看门，我宁愿在店里坐着看，拍苍蝇也不想在家里躺着当猪。吃饱了睡，睡醒了吃，真的是把我当猪养。彤彤，我这刚怀孕呢，还有8、9个月的时间才能卸货，想想要被苏南当成猪来养，我头痛。海童笑道：你这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呀。沈小军说道：总有一天这句话我会还给你的。海童牵着洋洋回来，洋洋叫了沈小军一声沈姨后，就自己爬上一张凳子坐着。沈小军伸手摸了摸洋洋的小脸，虽然怀孕了，被管得死死的，没点自由，不过要是能生个像洋洋这么可爱的宝宝，也是值得的呀。沈姨肚子里有小弟弟了吗？洋洋天真的问着。闻言，沈小军和海童交换了一下眼神后，沈小军对洋洋说道：洋洋，沈姨肚里的不是小妹妹吗？她想要个女儿呢。洋洋闪烁着大眼睛说道：我不知道。她刚刚那句话是本能的问出口的，才怀上是男是女还不知道的。
海童知道沈小军也想生女儿，他笑道：说不定是个女儿呢，说不定也像慕晴那样生对龙凤胎呢。慕晴让人羡慕，我也很想一胎就儿女双全，可惜我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只有一个孕囊。海童说道：那只能一个一个的生了。杨希也生了，就比慕晴晚一点，本来他的孩子要比慕晴的大一点的，慕晴的是双胎，宝宝提前来报道。杨希的儿子反而比慕晴的宝宝小了，杨希也生了，是儿子。那沈小军只知道慕晴生了。海童了一声，程医生也快生了。战义臣知道程医生回到了 A 市，以君家四少奶奶的身份住进了风尘山庄后，马上就跟战印请了几天假，赶去 A 市想请程医生给云初治眼睛。海童说丈夫不劝住战义臣，现在程医生大腹便便都快要生了，君家是不可能再让程医生飞到管城给云初治眼睛的。就算战义臣送云初到风尘山庄去，程医生大概也没有好的精力诊治。战义臣也知道现在去 A 是请不来程医生的，他是先去求求程医生。程医生若是答应给云初治眼睛，他们也可以等一等的。如果程医生不愿意，他就多跑几次，不管程医生要的诊金多高，要求多高，只要他战义臣能办到，他都会办到的。彤彤，你晚上要出席慈善晚宴吧？我现在只能听听，不能参加了。早知道怀个孕会失去自由，我就避一避了。刚结婚就怀孕，两人世界都还没有过够呢。沈小军以前不喜欢参加宴会，现在却很想去凑热闹。可惜的是呢，现在他连出门一趟都还得对苏南软硬兼施，那家伙才同意他出来活动活动，还安排了一排的保镖跟着他。现在那排保镖在外面排排站，沈小军算是理解了当初好友为什么不喜欢战印安排保镖跟随了，就总觉得是被监视一样。海童笑想起了战印那天去苏家接他的时候说的话。战印说苏南刚新婚，沈小军便怀孕，是刚尝到蚀骨销魂的味道就要当和尚，而且两人世界提前结束，说苏南没什么值得他战印羡慕的。海童还说丈夫是吃不到葡萄，说葡萄酸。你要回去做准备吗？沈小军吐槽完后问着好友。海童答道：我先送洋洋回去，她今天下课后说想我，阿七就送她过来了。她晚上要陪丈夫出席慈善活动，不方便带着洋洋。那你快去吧，我在这里看店，好久没有在这里坐着了，不知道那些小皮猴想不想我。那学生们呢，在他的嘴里就是小皮猴。你留在这里看店，要不要跟苏总说一声啊？沈小军说道：不用说，他知道的了。再说了，你看看外面那一排保镖，我不说，他们不会说。看店，苏总不会拦着的，就是坐着收收钱。海童笑：那行，你在这里看着，我送洋洋回去。去吧。海童牵着外甥离开了书店。沈小军等好友走后，马上就进厨房。在冰箱里想找雪糕吃，没找到。他失望地嘀咕着，天气都这么热了，彤彤怎么没有往冰箱里塞满雪糕的？在苏家，他想吃雪糕是不可能的，就太凉了，大家不让他吃，就连他亲妈都提醒他不要图凉快，吃太多冰淇淋，叫他最好就不吃冰淇淋吧。亲妈最了解他了，就每年的夏天，天气炎热时，他每天都要吃几次雪糕的。在冰箱里翻了翻，除了水果就是菜，连瓶饮料都没有。沈小军失望地关上了冰箱门，还想着来店里能解解馋的，结果什么都没有。他扭身出了厨房，走回到收银台里想坐下，想了想，他又绕出了收银台，走到外面去。那一排保镖就看到他出来，齐刷刷的就看着他。你们别站在这里了，天气热，太阳大，你们自己找处阴凉的地方坐着乘凉吧。主要是你们站在这里太抢眼了吧？那等学生下课也会影响到我店里的生意。
看到一排高大威猛、神情看上去都带点凶神恶煞的保镖，学生们会以为是黑社会，不敢进店买东西的。当初战印一脸严肃地站在店里，都吓得学生们赶紧溜呢。不知道苏南是怎么给他挑的保镖，全都挑的身材高大，看上去又有点凶神恶煞的，还个个都是一身黑衣服，是挺吓人的。少奶奶，我们不怕热，就在店门口坐坐便可。一名保镖代表大家回应着沈小军。沈小军默了默后问他们：你们真的不觉得热吗？白天的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了，这么热的天气，想不想吃点雪糕？阿彪，沈小军叫了一名保镖的名字。少奶奶，请吩咐。阿彪恭敬地回应着。那沈小军说道：你稍等片刻，我回店里拿点东西。他扭身回到店里，从自己的包里拿了200块钱现金，走出来把那200块钱递到阿彪面前。阿彪不解地看着他，这么热的天气，我请你们吃雪糕，你拿着这200块钱去评书的便利店买雪糕，他那里的雪糕多样化，买贵一点的才好吃，不吃就不吃，吃就要吃最好的。他担心保镖不敢多花钱，还特意强调了最后2句话：少奶奶，不用你请客，我们想吃，我们会去买的。拿着，现在就去买。每个人都要有份啊。沈小军又特别强调了每个人都要有份，想着保镖应该也会给他买衣的吧。阿彪迟疑了一下，又与同事们交换过眼神，就接过了沈小军给的200块钱。他们知道少奶奶是个不摆架子的人，说请他们吃雪糕就是真心的，就算南少知道了也不会说什么。阿彪去了沈小军说的那家便利店买雪糕。沈小军在阿彪去买雪糕后呢，就回到店里等着啊。想着很快就能吃到雪糕了，心里爽歪歪的。那很快阿彪回来了，他是空着手进店的，把找回来的钱还给沈小军。雪糕呢？沈小军不解地问着，难道评书的便利店还没有雪糕卖吗？不对啊，冬天的时候他看到评书店里的冰柜都有雪糕的，买回来了给他们再分着吃。我拿找回来的钱给少奶奶。哎呀，少奶奶，谢谢你请我们吃雪糕。阿彪把钱递还给沈小军，就还不忘替大家谢谢少奶奶请吃雪糕。天气热的时候吃雪糕是很爽。那沈小军边接过钱边问他：人人都有份吗？人人都有份。少奶奶请客，他当然给同事们都买了。就算少奶奶没有请客，他自己去买来吃，也会给同事们买的。那沈小军很想问人人都有份，怎么不给他买啊？谢谢少奶奶请客。阿彪再次谢过沈小军。沈小军心里失望，面上不显，笑道：你们找个阴凉的地方坐着，别晒得中了暑，我又不会去哪里不用守着的。阿彪嗯了一声，出去后依旧在书店附近守着。那沈小军无奈地叹口气啊，自言自语着，怎么就没有想到给我买一份呢？我都说了人人有份呀，我也是人呀。他又摸了摸自己还平坦的小腹，那刚怀孕，压根儿就看不出她是个孕妇，也不知道你是男的还是女的，一有了你，我连雪糕都吃不上了。等你出生后，我要多吃点，连本带利吃回来。海童不知道好友现在最想吃的就是雪糕，为了吃到雪糕，还特意请保镖们吃雪糕，可惜的是还没有如愿。他带着外甥离开书店后，先是拐道去了春暖花开，花店里只有宁云初一个人，2名店员都给客人送花去了。宁云初往店里摆了一张藤椅，他躺坐在藤椅上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海童拉着洋洋进店的时候，他都没有反应。那换成以往，海童一下车，云初就能辨出是海童来了，他的听力非常好。海童牵着洋洋走到了云初的面前，云初都还没有反应呢。云姨，洋洋礼貌地叫了云初一声。由于海童和云初私交甚好，洋洋又常跟着小姨一起出出入入的，
他和云初也很熟了，知道云姨是看不见的，所以每次看到云初，他都主动问好，那样云姨才知道是他。云初还是没有反应，就洋洋得不到回应，抬头看着自己的小姨。海童温和地道：“可能是洋洋叫得不够大声，你云姨没有听见。”洋洋马上又叫了一声云姨，这一次他叫得很大声。倪云初总算回过神来，他还有点慌乱，伸出手摸向洋洋。摸到了洋洋后，他露出温柔的笑：“洋洋来了呀，洋洋是和妈妈一起来的吗？海玲偶尔也会来春暖花开买几盆花回去养，可能是没有时间打理吧，海玲养的花总是死，养死了他又来买几盆，顺便向云初请教着养花的经验。我是和小姨一起来的。云姨，我和小姨进来后你都不知道，我刚才叫了你一次的，你也没应我。”倪云初歉意的道：“洋洋，对不起，云姨刚才在想事情，想得太入迷了，没有听到你和你小姨的脚步声。”他望向了海童：“海童，你来了，今天怎么有空过来的？晚上要陪战印出席慈善晚宴，下午想关门回家做准备工作的。洋洋上午去了我那里，我先送他回我姐家里。哎，路过你这里就进来看看。”海童自己搬来了2张椅子，给了外甥1张。他坐下来后，关心地问着云初：“家里的事情还没有解决吗？”云初炒了表兄弟的鱿鱼。他们来闹事时，恰好战一晨在场，他们没有讨到好处，还赔了云初2万多元。之后，他们虽然没有再来砸店，但也没有就此罢休。由云初的2个姑姑出面，不停地纠缠着云初，软硬兼施，各种手段用尽，就是想让崔家与金家的兄弟回到宁氏去。他们威胁不到我。云初说道，他的心是很坚定的，他不松口，那他们就绝对回不到宁氏上班。我担心天磊考不好，明天就是高考时间了。海童听他说过宁天磊学习成绩很好了，家里的事宁云初又死死地捂住，没有让弟弟知道真相，宁天磊应该不会考砸的。他说道：“你说你弟弟成绩很好的，不用担心，他只要如常发挥，就能考上心仪的大学。”云初笑了笑：“但愿吧。高考结束，那也是我向天磊摊牌的时候了。”海童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接话。他和姐姐是同父同母的，感情极好，就宁云初和弟弟却是同母异父。明面上云初对弟弟疏离冷漠，跟海童姐妹俩的手足情不一样，没有处在宁云初这个位置上，体会不到宁云初的难处。海童就不好多说什么。洋洋坐不住，在店里这里摸摸那里摸摸，数次想摘花朵都不敢。上次在小姨家里摘了花朵呀，被妈妈教育了一番。海童，我问你一件事。海童温和地道：“你问吧，我知道的都会告诉你。你要喝水吗？”我给你倒杯水过来。他觉得口渴，起身去给自己倒水。来到宁云初这里，他像回到自己的店里一样，不用云初招待他的。不用，谢谢海童，真的不好意思，每次你过来我都没有招待好，咱俩什么关系，还要说那些客气的话吗？我也不跟你客气。小姨，我也要喝水啊。洋洋见小姨倒水，他也要喝水。海童便倒了3杯温水，给了外甥1杯。他端着2杯温开水过来，坐回云初的面前，把其中1杯水放到云初的手上。那2个人都喝了半杯的温开水。云初，你问吧，你想问我什么事？战一晨这2天像失了踪一样，他是不是出差了？就让海童有点意外的是，云初问的却是战一晨的去向。战一晨去了 A 市求成医生帮云初治眼睛，他没有告诉云初，在他还没有求到程医生答应医治云初的眼睛之前，他都不告诉云初，免得云初失望。宁家小姑姑也是寻求神医师徒帮云初治眼睛，小姑姑就没有战一晨这么广的人脉，能够第一时间知道程医生回了 A 市，神医师徒就是云初最后的希望了。
虽然他不说，战逸晨知道他对此抱着很大的希望。那若是他无法求得程医生答应，云初该有多失望呀？他不说，人又没有过来，云初就忍不住猜测他去了哪里。刚才云初就是在猜测他的去处，失了神，才没有听到海童进来的脚步声。问完了海童后，云初又自嘲地笑着。平时他像块牛皮糖似的黏着我，让我烦得很，不想搭理他。当他2天不来了，我又忍不住问他的去向。他不是不喜欢战逸晨，只是觉得他是个瞎子，配不上战逸晨，不想拖累战逸晨。所以面对战逸晨的热烈追求，他总是在拒绝。逸晨没有告诉你吗？海童问道。云初摇头，他什么都没有说。突然间就2天都不露面，电话也没有啊，他是不是出差了？是离开了管城。去办点事，过几天就能回来了吧？战逸晨既然没有告诉云初，海童也选择着隐瞒，没有告诉云初真相，把机会留给战逸晨去说，那样云初才会感动。哦，怪不得2天都没有露面了。哦，原来是出差了。云初以为战逸晨是出差。海童打趣他，怎么2天不见就想他了？云初，逸晨对你是真心的，他和他的家人都不会嫌弃你看不见。当初你2个大姑姑去见我2婶的时候，那2婶就很霸气地回应他们，哪怕你看不见，只要逸晨喜欢你，他们就都喜欢你，不需要你做什么，你只要会花钱就行。我也能理解你的担忧，其实我也有过。当自己试着去了解、去融入的时候，发现并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难，也会发现他们是真的很好。那长辈是我见过最开明的长辈，她婆家的长辈是少见的开明，她大姨都不如她婆家的长辈，否则商小飞和君然也不会被阻拦着。大姨为了破坏2个人的感情，更是算计了唐永安，想撮合唐永安和商小飞。云初沉默了片刻后，轻轻地说道，你是家世的问题，人却是健健康康的，很容易跨过去。我却是个瞎子，看不见呀，到现在我连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。他是摸过战逸晨的五官，想象着他是什么样子。哦，那都是想象，那他本人是否如同他想象中一样？他不知道呀。